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情况虽然有所缓解，但我们个人也应该学习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健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型冠状病毒中，应该特别留意重症化情况。即使感染了冠状病毒，许多人也可能是无症状或轻度症状。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呢？首先，重症化的原因之一是免疫力较弱，以及严重的不健康状态。新型冠状病毒即使感染了，很多人会表现为无症状或轻度症状，但如果患有肥胖症、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并且年龄较大或免疫力低下等因素叠加，就容易导致重症化的风险增加。实际上，即使感染了新冠病毒，免疫力强健的20多岁年轻人，大多数也不会发展为重症。也就是说，免疫力强健和健康的人自身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非常低。但我们也应该着重于平时就提升免疫力，避免自身发展为重症。因此，今天我想介绍一本关于提升免疫力的方法，同时也包含了对抗新冠病毒的知识的书籍。这本书是《免疫力100%》。本次介绍的内容包括以下3点：一、免疫力100%的意义；二、提升免疫力的具体方法。首先是免疫力100%的意义。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肆虐，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全球感染者的致死率大约为3%。那么，为什么有97%的人能幸存下来呢？生命被夺走的人和幸存下来的人之间有何区别呢？生物长期演化形成了坚固的免疫系统，健康的免疫细胞可以击败初次遭遇的病原体，即使被感染或失败，免疫系统也能迅速采取下一步对策，将病毒驱逐出体外。这对新型冠状病毒也同样适用。实际上，97%的人靠着免疫力战胜了新冠病毒。然而，有些人的免疫系统却存在缺陷，生活习惯不良、饮食不规律、睡眠不足、缺乏运动等生活习惯的紊乱，以及压力导致的自律神经紊乱。这些紊乱堆积起来会损害健康，降低免疫力，而导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致死的3%大多数是因此。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也会下降。但并不是所有逝者都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的健康水平远低于日本。你可能听说过美国人的肥胖率很高，在日本 ，BMI 指数超过25就被认为是肥胖，肥胖率不到5%；但在美国 ，BMI 超过30被认为是肥胖，约40%的人口属于肥胖。肥胖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肥胖是万病之源。不健康的身体必然导致免疫力下降。重新审视基本的生活方式，采取行动提升免疫力，这是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等所有感染症的首要行动。大家是否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来增强免疫力呢？保持健康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全力运作，即使感染了病毒，也可能是无症状或轻微症状。我们从今天开始可以自己采取措施。而且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即使已经接种了疫苗，但健康是没有选择的，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有先天性疾病的人，已经有基础疾病的人也许很多，但即使处于这种状态，从今天开始一步步变得更健康是可能的。年岁增长会导致器官功能和免疫力下降，因此完全健康这种说法并不存在。但比起以往更健康是可以实现的。请观看今天的视频，并且采纳提升免疫力的知识并付诸实践。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第2点，提升免疫力的具体方法。我想分享一些关于免疫系统的知识，这对于了解免疫力增强的具体方法非常重要。细胞因子在这里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是细胞之间进行联系的物质。通过这些物质，免疫细胞可以相互通信，发出攻击指令等。为了更有效地与病毒作战，我们需要激活特定的免疫细胞，吸引免疫细胞在感染细胞周围引发炎症，以增加血流量，以便免疫细胞更容易聚集。
细胞因子也可以提高体温，降低病毒活性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了解免疫系统相关书籍的人来说，可能已经了解，细胞因子有时也会成为反派。当细胞因子分泌过多时，免疫系统就会过度活跃，引发过度炎症等问题。不过，我们体内也有控制这种情况的机制，这就是调节性 T 细胞。调节性 T 细胞负责抑制免疫应答，即调节杀伤 T 细胞和 B 细胞抗体产生，以及控制整体细胞因子的产生，防止过度炎症等问题的发生。如果调节性 T 细胞正常工作，免疫系统就不会过度活跃，也不会引发过度炎症。这些可能有些复杂，但要点就是，通过调节性 T 细胞的正常工作，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保持平衡，不会过度反应，也不会引发过度炎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调节性 T 细胞的功能异常可能导致自身免疫疾病或过敏症状的发生。现在我解释为什么要讨论调节性 T 细胞，因为它与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症化密切相关。在日本的新冠病毒感染中，大约80%的患者表现为轻症，但约15%的患者，主要是老年人或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会发展为重症肺炎。约5%的患者会出现致命的呼吸衰竭。重症化指的就是这个百分比。如果不恢复重症状态，呼吸衰竭会导致呼吸混乱和严重炎症，使得心脏无法正常运作。这时就需要使用人工心肺装置。一旦进展到这一步，不幸的是，大约80%的患者会死亡，这让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毒性感到恐惧。但我们已经知道，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不仅仅是病毒的病原性。从单一病毒特性来看，流感病毒比新冠病毒更可怕。那么，为什么全球有超过100万人丧生呢？答案就是细胞因子风暴。原本应该保护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却像风暴一样失控，引发全身炎症。这种过度反应是感染症重症化的原因之一。当细胞因子的产生量过多时，炎症会扩大，导致内脏和血管功能失调。这种过度反应就是细胞因子风暴。细胞因子风暴本身在其他病毒导致的重症化中也可能发生，但在新冠病毒中特别容易发生。在正常情况下，免疫细胞在应对病毒感染后会引发免疫反应，而调节性 T 细胞是一种能够调控免疫细胞活性的细胞。如果这些细胞能够正常运作，那么细胞因子风暴就有可能被抑制。然而，已经确认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血液中，包括调节性 T 细胞在内的 T 细胞数量都显著减少。虽然这个原因目前还处于假设阶段，但可能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感染组织细胞，还感染调节性 T 细胞，导致其减少。此外，基础疾病或生活习惯混乱也可能导致调节性 T 细胞减少，即原本免疫系统就存在异常，调节性 T 细胞数量本来就较少，这可能导致重症化。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也可能导致这种情况，但基础疾病或生活习惯混乱导致健康不良而减少调节性 T 细胞的情况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实际上，在全球新冠病毒的死亡者大多数都患有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重症化的新冠病毒患者大多是老年人，而年龄增长会导致免疫力降低，特别是调节性 T 细胞功能下降，容易引发炎症。老年人更容易患有其他慢性疾病。另一方面，虽然不是老年人，但也重症化或死亡的患者，往往可以说是处于不健康状态。免疫系统是我们体内产生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生活习惯或基础疾病导致器官功能紊乱，那么免疫细胞本身也会变得不健康，无法正常发挥功能。实际上，已知患有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免疫系统调节性 T 细胞的检测水平较低，也就是说 T 细胞的数量较少。特别是 T 细胞是大部分免疫细胞中的一种，它们主要存在于肠道内。在身体内免疫细胞数量减少、免疫系统失衡的情况下，甚至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前，就容易发生 T 细胞数量不足，引发细胞因子风暴的状况。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健康问题，即使感染新冠病毒，也不太容易重症化。通过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来增强免疫力，使 T 细胞正常工作，即使感染新冠病毒，也能避免重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肠道内环境是免疫力提升的关键，肠道内约有全身免疫细胞的70%寄居其中，当然，它们也存在于血液和通过淋巴管流动的淋巴液中，以及黏膜和全身器官等各个部位。然而，绝大部分免疫细胞70%聚集在肠壁这个碟内侧的表皮中。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这说明它对身体非常重要。它从食物中吸收营养，并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细胞。然而，它还会带走许多有害细菌等病原体。如果肠道保护不当，会使得细菌和病毒与营养一同进入全身。因此，免疫细胞就如同守卫般密集地聚集在这里。这些免疫细胞有许多不同类型，其中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 T 细胞，在肠道内数量众多。这是因为肠道内存在的益生菌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对免疫细胞分化产生影响。此外，肠道细菌还与神经传递激素，如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分泌有关。虽然这些激素在我们脑部分泌，但实际上大部分是在肠道产生的，并由肠道细菌控制。特别是血清素被称为幸福激素，能够稳定情绪，产生愉悦感，并对免疫细胞的活性化产生影响。大家是否听说过笑容能增强免疫力的说法？笑容能让我们远离疾病，保持健康。这也正是笑容释放的血清素对免疫细胞产生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调整肠道环境，我们可以提高免疫力，增加免疫细胞的数量。那么，为了调整肠道环境，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要关注的是饮食。调整肠道环境的饮食方法有2个主要方面。第一是摄取益生菌食物，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醋酸菌、纳豆菌等通过食物摄入后可以活跃在肠道中，并对身体产生有益作用。这种活跃的益生菌被称为益生菌。酸奶、味噌、纳豆、泡菜等发酵食品中含有较多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在摄入后不会永远停留在肠道内，但它们在排便之前会帮助食物分解，产生短链脂肪酸等有益作用。另外，虽然它们已经死亡，但在肠道中仍然能产生益处。第二点是摄取含有益生元的食物，这对益生菌有益处。益生元是一种消化不良，能够直接到达肠道并为益生菌等提供活动支持的成分，比如大豆、香蕉等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益生元。食物纤维不仅是益生菌的食物，还能够帮助将肠道内有害物质捆绑并排泄，从而创造一个适宜益生菌生长的肠道环境。在健康领域的视频中，我们经常听到发酵食品、食物纤维和益生元的重要性。现在再次强调这一点，除了肠道环境外，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可以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分别负责使身体紧张活跃和使身体放松休息。肠道的运动在交感神经主导时会减缓，而在副交感神经主导时则会加强。因此，交感神经过度活跃的人往往容易便秘，肠道环境也会因此恶化。相反，副交感神经过度活跃的人则容易感到疲劳，影响身体健康。调整自律神经至本应的平衡状态，有助于改善肠道环境。总的来说，调整自律神经的关键在于在早上、白天和晚上分别采取适当的行动。早上醒来后，首先拉开窗帘晒太阳，我们的自律神经根据体内时钟运作。白天时让交感神经主导，傍晚后则让副交感神经主导，这样一天的生物钟才能得到合理调整。确保早晨生物钟的重置非常重要，否则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振幅会减弱，白天会感到迷糊，工作效率也会降低。如果晚上无法放松，一天都会感到烦躁不安，没有节奏感。作者也推荐了晨间散步，
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当你从散步回来后，在准备早餐之前，首先喝一杯水是非常重要的。肠道在睡眠中最活跃，会消化吸收前一天所吃的食物，并准备好第二天的排泄物后休息。在早餐前用水刺激肠道，告诉他们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是非常重要的。水的刺激会启动肠道的蠕动运动，帮助顺利排泄已准备好的排泄物。如果你正在为便秘而烦恼，坚持这个习惯1周就会感受到排便改善。无论是冷水还是温水都可以，但不喜欢身体变冷的人可以选择温水。重点是一口气喝下去，给肠道一个刺激。白天要保留一些放松的时间，可以尝试一些冥想或者听音乐、画画等，让自己有放松的时间。晚上洗个热水澡是理想的，温度在39度到40度之间，泡15分钟，前5分钟泡到肩膀，剩余10分钟泡到腰部，这样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激活副交感神经的功能。洗完澡后一定要喝一杯温水，然后避免暴露在蓝光下，慢慢入睡。晚餐要在睡前3小时完成，这样有助于调节自律神经。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调整自律神经，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希望大家能够审视自己日常的饮食习惯，并努力提高免疫力。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